今天来讲一下 CSP 里面这个知名然后非常强项的就是 3D 辅助的部分。我们今天讲的是人偶，就是它体格。你打开你的素材库，可能会发现上面跟下面有2个不一样的人偶缩图，底下这个拖出来就是蓝色线的这个版本，那上面这个当然就是橘色线的版本。那橘色线这个就是新版本的体格，那新版本的体格会人物比较精实，然后也会更接近就是动漫角色的比例啦。它右手边这个是比较像是真人比例的概念。那你说这个新旧版本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？目前就以操作下来摆 pose 的部分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那我最近才发现说它的 IK， 就是我们讲说它这个手的这边这个控制器，就是你拉高以后，这个万向轴它会飘走。就是以 3D 的角度来讲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但是以它之前的版本印象中，好像这个点点会一直跟随它的手，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。那不管，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它的体型调整。那我不讲旧版本，我讲这个新版本。那我们随便拉一个，然后一样我们打开扳手。那如果你找不到扳手的话，就到这3条刚刚这里找到显示命令列，就可以找到扳手了。然后找到素描人偶，那你会发现在这边就是有一个面板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内容。那其实它就是这1-2年来它变更的蛮多的。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去把它调整它的性别，你是要画男生还是女生？我觉得是切换上会比较方便。然后接下来身高这个，当然就是可以调。那它很贴线，就是说有头身比配合身高的部分。那如果你希望说你的身高矮，但是头身比不做调整的话，也是可以的，就不要勾。好，那假设我今天想要去做一个比较特殊比例的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比方说就2头身或4头身那种，就头比较大，然后身体比较细，应该说比较短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先简单的去调整到一个喜欢的身高跟他的头身比，像他的2头身会长这样子。那我大概就把它调到4头身，然后呢，我们到底下这边，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体格。它这边都有帮你画，就是如果你往右走，它会变得比较胖；往左走，它就会变得相对就是体格来说它是比较瘦的。然后往上面走，壮；往下面走，就会变得干巴巴的。那就是看每个人希望调整出来的角色的样子是怎样。那我今天调的就是以我画画的时候我认知到体格为标准，不是说这是美丑问题哦。好，那我基本的体型就是调整好以后，我们接下来说细部调整。第一个是头，它其实是可以去做头的一些变化，比方说要加宽还是变窄，那你也可以按维持比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脖子这边它也可以调整，它的可调性非常大哦。然后肩膀这边它的肩宽，手臂它的粗细跟长度，这是整只手臂，然后上手臂它也可以做单独的调整，所以珐琅器也是做出来的，就是你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身体这边呢，它有分整个躯干跟上跟下。整个躯干的话就是像这样子，然后它这边的话就不是体格，而是就是它的高矮胖瘦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去做一个比较夸张造型的话，你是在这边调。然后接下来腿，这些都可以做调整哦。它新版的这个 3D 人偶的这个定义是非常的，算是已经算自由度很高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手部姿势。不过手部姿势除了用手部扫描以外呢，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边自己调。那有些人会说，那这个到底要怎么调？假设我今天要给它比7的造型要怎么做？第一个，我们的手先让它张开嘛，我们先确定拇指，接着是食指。那食指的话，看起来好像位置还行吧。接下来我们把第1根拇指锁定，第2根食指锁定，那剩下3只手指头没有动，我们就把它往底下拉，它就会握拳。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比7的手势。你点到这只手，它就会只做这只手的；到另外一只手，它就会做另外一只手的调。
那如果你2只手都不点，它做的是2只手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基本的那个素描人偶。好，那我们再顺便来看一下，它在不知道 2.0 多的时候还是 1.0 就有的，有点忘记了，就它有新增这个很漂亮的人头，那它其实也是可以调整的，所以我们到头部模组这边，你可以在这边去调整它的数值，它要更偏向哪一个？它其实有点像是 Boolean Shift 的概念啦。然后我们到元件操作这边，头顶的上下宽度这些都可以去做捏，所以基本上这边是可以做出一个捏脸的，就是可以做一个捏脸的。那如果你都不小心调坏掉了，就按这个 Reset 按钮就把它 Reset 就好。耳朵也可以调整高低啊这些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操作性还蛮大的，漂亮的这个人头它都可以去做客制化的部分。那就这样子啦，谢谢大家。